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聊一下中国关于航班取消、航班延误等一系列的赔偿规定。那么这里的话，我打开的网站呢是中国民用航空局的不正常航班的一个信息网页。那么接下来的话，这边有很多列举了航空公司关于延误的原因，有天气原因啊等等的原因啊，流量控制。那么旅客原因也有的啊，包括旅客管道。旅客管道的话，有些时候呢，它是在接受误机后被迫改搭后续航班或退票的结果。那么我们看一下最重要的我们关心的信息是什么呢？航班不正常时，旅客权利啊，权利的话有知情权、选择权。注意这个选择权，估计很多人不了解，可以选择换乘同一航空公司的其他航班，也可以选择换乘其他航空公司的航班，还可以选择退票。很多的朋友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可以换乘其他航空公司的航班呢？是因为航空公司其实他们有联盟的，比如说天河联盟、星空联盟、寰宇、一家啊，他们这些航空公司的话，比如说发生什么延误啊、取消情况的话，他们是可以把你的机票改签到别的航空公司的。那么最重要的，我们也是最关心的索赔权，航空公司按照延误责任进行一定补偿，包括住宿、餐饮、交通等。我们注意这句话啊，航空公司啊，那么其实呢，他把这个权利呢是交给航空公司来规定了啊，他这边的话，民航局的话其实是没有任何的规定，只能说他给一定补偿。不过呢，航空公司的每家规定是不一样的，刚好呢，我今天要查一下，可以把大家关心的那些航空公司每家的规定是怎么样的，给大家列出来。我现在打开的网页是深圳市交通运输局的关于航班延误和航班取消需提供哪些服务，这些规定的话，它把你最重要的信息罗列出来了。第一个呢，就是由于航空公司自己原因的话造成出港延误或取消的话，那么承运人应向旅客提供餐食或者住宿等服务，这个的话是情况而定。第二条的话，这个的话说实话，因为不可抗力的因素其实是非航空公司的原因，这个时候呢，其实承运人呢，就是航空公司呢，只是协助你安排餐食和住宿，费用的话需要游客自理。第三条很重要，这个是强制性规定，国内航班在经停地延误或者取消，比如说我上海飞乌鲁木齐，很有可能在西安经停，那这个时候在西安延误的话，这个时候的话，那么航空公司不论出任何原因，哪怕是不可抗力因素原因，那么都需要向经停旅客提供餐食或者住宿服务，这个大家注意一下。第四条，国内航班发生备降，一般发生备降的话，基本上都是有故障的，无论何种原因，承运人均应向备降旅客提供餐食或者住宿服务。这种情况的话很少发生，如果发生的话，其实这些旅客都胆战心惊了。那么最后有个括号，具体以各航空公司规定为准。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航空公司怎么规定的。首先我现在打开的是中国南方航空公司的旅客行李国内运输总条件说明这边有航班延误的情况，取消变更的赔偿。首先的话，南方航空关于超售服务被拒绝登机的情况，那么是在这里的赔偿标准这种情况的话很少发生在国内航班里面。好，我们这边看到延误现象延误的话它是有规定，还加出了标志了，是指航班实际出港测轮档时间晚于计划出港时间超过15分钟的情况，这种情况才叫延误。那么延误的标准的话是延误时间在4个小时到8小时之间的话是补偿每位旅客200元，8小时以上的话是每位400元。好，这里是国航的规定呢也是差不多的，是在4小时到8小时之间200元，延误8小时以上的话400元。那么这里有说明，由于机务维护、航班调配、机组等我们原因造成航班在始发地出港延误或取消，我们将向您提供航班动态信息以及餐食、住宿等服务。那么注意第二条，如果说不可抗力因素的话不是他们原因的话，它是只能协助你办理费用需要自理。这个的话，如果他们原因的话，他们会给你协助餐饮或住宿服务的话，是他们提供原因的。另外一条，它这边是符合规定的航班在经停地点延误或取消，或国内航班发生备降，无论何种原因，我们将向您提供餐食或住宿服务。好，这里是东航的，东航关于不正常航班的帮助。东航这边跟其他有些区别，就是在于持婴儿客票的旅客按上述标准10%予以补偿，其他都是一样的。那么我们再来看海南航空，海南航空的话也是一样，但是它这边有个或者等额积分，海南海航因为导致延误8小时以上的话，补偿人民币400元或等额积分。所以说呢，这种情况的话，可能呢
他不一定会赔你钱，也许他只能会赔你积分。好，我们现在来看厦门航空。厦门航空的话也是一样的，4小时为达标，但是稍微有些不一样啊。它采取现场现金补偿、免票2种方式，你既可以选择拿钱，也可以拿免票方式。那么婴儿和儿童旅客与成人旅客的补偿标准一致啊，这个的话非常好啊，比东航厚道多了。那么还有的话就是标准的话是200和400也是一样的啊。不过如果说我的机票买来是500块钱的，结果今天给我延误4小时，那我拿200块好呢，还是免票好呢？那我肯定是免票嘛，对吧？除非这机票票面价值啊不含税费低于200块钱，那么我就选择这个现金，对吧？一般来说，如果换了我的话，我会选择免票方式的。好，我们看四川航空、英雄航空。那么这家航空公司呢，其实也是一样的，只是呢，儿童客票的话，它按成人的补偿金50%计算，婴儿算10%计算。好，我们看山东航空。山东航空的话，其实也是一样的，按照每位旅客200块和400块计算。补偿方式可以通过购票折扣、现金等方式向您提供补偿。好，现在是吉祥航空航班延误服务补偿标准。它这边分2种，一种是吉祥航空原因，一种是非吉祥航空原因。非吉祥航空原因的话不看了啊，只看吉祥航空的原因啊，4小时以上和4小时以内2种情况。那么钱的话都没有的赔啊，只能说呢，如果说当天航班预计延误2到4小时的话，在用餐时间啊早中晚的话供应餐食，钱是没有的赔的。但是呢，它的标准呢又不一样啊，这个如果说是2到4小时的话，是给你餐饮；4小时以上的话，为旅客提供餐食、住宿等服务，但是呢又没有写清楚住宿提供哪些服务。好，现在是深圳航空。深圳航空的话也是按照一样标准啊，4小时跟8小时2种，那么200块和400块，然后呢都采取现金的方式向旅客提供补偿。好，现在我们看首都航空。首都航空的话，这边有啊，它这边呢就是说，由于它自身原因的话造成延误和取消的话，首都航空根据实际情况向旅客无偿提供餐食住宿，根据情况啊，大家自己好好理解吧。那么下面还有一条原因，就是无论何种原因造成航班延误、提前取消、备降、返航等航班变动，首都航空不提供经济补偿，大家注意。好，那么我们现在看一下春秋航空，是非常有名的廉价航空公司。那么它这边的话，我先看一个超售补偿，比如说拒绝登机的情况。然后呢，它这边有2种补偿，比如说你退票了，退票的话，它就给你把票的钱给退给你，然后再给你200块钱。如果说你变更的话，你航班变一下，改签之后的话，原计划航班出发时间与改签后航班出发时间差，那么差的话，按照这个时间延误的话来算啊，这个比较划算啊。换了我的话，我就选择这个变更补偿了。一般来说的话，变更补偿的话，肯定会延误2小时以内的，这个200块是白拿的，应该说。好，那么很遗憾，关于金钱的补偿的话，这边有春秋航空说明，无论何种原因航班延误或取消，春秋航空不承诺提供任何其他补偿。那么它唯一的补偿呢，就是关于经停地点延误或取消的话，这个的话它要给你补偿餐食和住宿服务，还有发生备降原因的话，那么也会提供餐食和住宿服务，其他的话没有任何的金钱补偿。